摧毁美军未来战斗力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还有供应链短缺和人才短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大棋局下，军事科技竞争是硬实力较量的重头戏，而军费的使用效率又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先进战机的大量列装、新锐盾舰的下饺子、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发展等等都非常焦虑，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美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是中国，而根本原因却是自身正在经历一场相对衰落，而且美国自身似乎已经得了绝症，很难阻止这场衰落。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最近发布了一个报告，他们在报告里称，美国国防部下一财年需要额外的420亿美元的资金，来弥补其采购预算因价格上涨而出现的资金缺口。3年来，美军因通货膨胀而损失的总采购力将超过1100亿美元。这还没有考虑到由新冠疫情和供应链危机所带来的困境，导致美军装备发展趋势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原因非常多。今天美军的强大，实际上是在过去几十年高额军费支出所积累的成果。目前，这样的成果正在成为未来严重衰退的因素。其具体的原因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美国高达8%以上的通胀率，再加上疫情所带来的供应链危机，导致美国实际增加的军费是负数。相比之下，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低于美国，只有美军的1/几。但是我军的军费开支每年都是正增长。这种双方军费开支的正负增长情况，将对美军现有的武器装备的采购以及未来武器装备的研发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其军费开支效率的下降。这里说的还不是一个杯子1100美刀，一个凳子1500美刀这样的小事儿，而是美国造船业空心化等等问题给美军的武器装备采购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美国同类型军舰的采购费用要比中国高出4倍以上，而且交付的周期要长好几倍。这种现象在最近10年正在加剧恶化。第三，美国产业工人短缺、供应链危机导致的项目延迟都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项目的推迟就能看出，美国连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大项目都不能保证有工人可用。其福特级航母上的很多关键部件供应商都因为疫情而倒闭，需要从同型航母上拆配件使用。这一现实情况意味着美军大型武器装备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困难，所有的装备项目几乎都会出现预算超标、交付时间推迟的现象。第四，美国武器装备庞大的保有量正在成为他们自己沉重的负担。美军现在之所以表现得很强大，主要是基于其庞大的主战装备的保有量，但是这些装备已经老旧了，维护费用也越来越高，而且难以适应大国战争。所以你会发现，美军越来越没有钱来发展先进的装备，而淘汰老装备又要受到国会和产业空心化的制约，这也是一大困境。第五，武器装备发展缺少顶层设计以及国家投资，因此美军正在失去未来。不说美国在平海战斗舰、福特级航母、朱姆沃尔特驱逐舰、F-35隐身战斗机、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上发展的失误和失败，美国现在甚至连最基础的风洞都落后于中国。那些商业公司不可能去投资那些没有利润的项目。如果国家没有整体规划，那么未来
他们只会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第六，维护霸权所带来的军费损耗。不论是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还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输血，都对美国的军费带来严重损耗。美国的军费规模再大，恐怕也会有不够用的那一天，而且现在已经明显不够用了。第七，不明确作战目标所带来的军事发展战略迷茫，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人不知道未来要打治安战还是要打大国战争，想武力干涉台海又搞不清楚时间点，新武器装备的发展难以平衡眼前危机和长远规划，一旦搞错了，就会在关键项目上落后于中国。总体来看，美国虽然仍然是全球军事实力第一的国家，但是它得了综合性的绝症，时间越往后就越难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按部就班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断地给美国人传递焦虑，直到我们度过绝对安全临界点，最终让美国承认现实。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